所以這對 SR06是一台把資源集中在外觀和低頻爽感上的入門級多媒體音箱。它不是做聲音平衡的，也不是做聲學素質的，它完成的就是它的價格允許它完成的那部分。各位網友大家好啊！這一台是粉絲呼聲非常高的亞馬遜爆款音箱 SR06，它的銷量和評論視頻種草，鋪天蓋地，甚至有人說它是200元級別的真香之選。今天我們就以最直接的方式，把 SR06帶進我們的視聽環境，用實錄音頻先把聲音聽個明白，再拆開它的內部，把它的功放、電源、喇叭、箱體全部過一遍，看這個200元價位的書架箱到底是真良心還是真薄料。測是為了知道它能做到什麼，拆是為了告訴你它為什麼能做到，又做不到什麼。SR06拿到手的第一感覺就是這個外形，看這個造型有點平底板真力小蛋的味道。整個箱子幾乎就是圓潤曲面，加了一個小小的底座，這個底座是軟的，讓它像一顆站着的膠囊，擺在桌面上確實挺討喜歡的。前面板是雙單元結構，上面金屬網罩，下面為高音單元，下面這個大的網罩內部是中低音單元，視覺上看上去很乾淨，也有點小清新的意思。整個音箱前後部分的殼體都是採用的一體注塑，而不是木箱，曲面做的比較到位，至少看起来比方盒子更有設計感吧。背部設有倒向孔，然後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这一個主箱上面，副箱就是一個喇叭連接口。整個音箱的功能部分做得很直觀，音量旋鈕做得挺大，手感吧還是挺順手的。3顆獨立按鍵，開關、輸入切換、EQ 調節。支持 RCA 模擬輸入，支持數字光纖輸入，還有一個 SPK Out， 這個是給副箱連接喇叭用的。最底部是外接電源的 DC 口，整體對標不是監聽級，而是典型的桌面多媒體音箱的路線，連接簡單，功能夠用。雖然它的個頭很小，但造型圓潤，結構一體化，再加上這個凸出來的小白底座，確實是能吸引不少入門玩家的視線。接下來我們進入實錄試聽階段，我會用統一的錄音流程，把這一台 SR6的真實聲音還原給你們聽。
puts a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前面的试听環節，我選了6首音樂，覆蓋了超低頻、聲場、人聲、順態、大動態這些關鍵的項目。整體聽下來，這一對 SR06的聲音特點非常的統一，優點和問題都非常明顯。先說它最穩的一點，低頻，不管是 Fermi 這種帶25赫茲超低頻段的曲子啊，還是 Inspired 這種節奏明快的電子音樂 ，SR06的3寸端源能把低頻做出一定的量感，鼓點不空不飄，在這個體積裡面算是不錯的表現。但是問題也是從這裡開始，一旦進入中高頻段，整體的聲音平衡就被打破了。比如在前2首曲目裡，高頻一上來就會過於突出，直接把中頻壓住，人聲和主旋律的位置都往後面退了。最後2首人聲類的曲子也是非常的明顯，沒有伴奏的時候，人聲可以站得住，但伴奏一多，這個人聲瞬間就被淹沒掉了。順態曲目馬林巴琴也暴露了相同的問題。鈴鐺類的高頻被推得太靠前，亮得過頭，反而蓋掉了馬林巴琴本該有的敲擊感。在 Blue Dream 這種氛圍音樂裡，問題又變成了其他的。音樂本身它是有一點點底噪的，底噪壓制不夠，空間感也比較單薄，音樂聽起來是貼在這個喇叭上面的，而不是那種有往外展開的感覺。最後一首是大動態曲目，更是直接把它的上限拆穿了。小音量還可以聽，大動態一來，直接就擠成了一團。這不是失誤，這是結構和調音本身的極限。下一章節我們正式進入拆解環節，看看這個 SR06內部的結構，為什麼它的聲音會長成這個樣子。音箱拆解有丟失保修的風險，請大家不要模仿啊。這個是它附贈的電源。功率是21伏 1.5 安，大約就是30瓦的功率。我們先把這個電源拆開，看看內部的做工。切的差不多了，我們就把這個電源給它撬開。主板和插頭部分有做絕緣隔離。我們直接來拆解這一個主音箱啊。卸掉螺絲以後，直接可以打開後蓋。箱子裡面沒有吸音棉，喇叭線上面有泡棉，直接拔出它的喇叭連接線，藍牙控制板的連接線。箱體的壁厚3毫米，後殼的壁厚大概也是3毫米，內部沒有加強筋，卸掉倒箱管，這個焊接沒有焊住啊，這樣的話在音箱裡面會引起共振的。倒箱管的厚度2毫米，卸掉高音喇叭螺絲，高音喇叭就靠這一個塑料的壓條把它壓住，上面貼了一層泡棉。高音喇叭上面也有緩震泡棉，但是有一點點沒有遮住。高音的材質不是絲膜的，而是普通的一種布，塗了一層漆。高音喇叭的阻抗為8歐，低音喇叭我們也把螺絲卸掉。這個是固定喇叭的塑料支架，內圈上面沒有緩震泡棉，喇叭和箱體接觸面同樣是沒有緩震泡棉。雙磁鋼設計，阻抗為6歐。正盆為紙盆的，藍牙和遙控連接線用黑膠固定，正面的話是透明的黑色塑料。主板有6顆螺絲，我們把它卸掉，卸掉音量旋鈕，拿出這個主板本體。同樣的方法，卸掉副音箱的螺絲，打開副音箱的蓋子。內部一樣的，沒有吸音棉，喇叭線接在這個接線板上面，這一個負向的倒箱管就沒有出現開裂的情況了。卸掉螺絲，拿出它的接線板，卸掉固定喇叭所有的螺絲，拿出固定喇叭的框架，同樣是沒有緩震泡棉。
低音喇叭上面一樣的沒有緩震泡棉，這個是高音喇叭。接下來我們把 SR-R06 它的整體表現拆成2部分來講，箱體的聲學、電路平台這2個維度基本決定了這台音箱為什麼會發出我們前面試聽片的那樣的聲音。第一部分我們先說箱體 SR-R06 它的外形雖然圓潤可愛，但內部的聲學設計幾乎是零配置啊，2個箱子都沒有吸音棉，前殼體雖然配置有加強筋，但是強度不足，後殼體甚至完全沒有加強結構。低音單元也沒有做緩震處理，再加上 S 型導向管其中一支還出現開裂，這種情況在聲學上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它的箱體諧振一定會非常嚴重，低頻會發閃，中頻會染色，高頻會被反射推得更亮，空間感自然也完全做不出來。前面試聽的表現基本上就可以從箱體結構裡找到答案。第二部分我們來說它的電路平台，這個音箱的電源它是外置的一個適配器。這個電源它是採用上海昂寶 OB2362 為主控的一個21伏 1.5 安的反擊電源，標稱功率大約是30瓦。內部的 EMI 配置比較克制，有一顆塑封慢柔保險絲和一顆藍色的壓餅電阻，預留了 NTC 位置，但是沒有器件。輸入側有1級共膜電感，屬於那種剛好過基本干擾與安規要求，但不會多流餘量的做法。次級整流採用肖特基2級管，後面2顆電解電容總容量是1360微法，再掛一顆共膜電感做輸出濾波。功放版的電路輸入端這個地方又加了一個共膜電感，再做一次隔離。隨後用深圳威元半導體的 LP6483 搭配10微亨的電感做 DC-DC 降壓，再由台灣力奇科技的 RT9193 線性 LDO 輸出3.3伏，給後面的藍牙主控做供電。這一段電路的思路是正確的，屬於成本類，盡量把邏輯電壓做乾淨。藍牙主控選用的是上海三井的 BP1048B2 無線音頻 SOC， 這個芯片本身集成了藍牙協議站、DAC 和一整套音頻 DSP， 理論上可以做多段 EQ、動態壓縮和音頻優化的，也就是說，理論上音質可以調得更好。功放則是用的上海智譜芯出品的 CS86731 數字功放，規格上可以做到2乘40瓦的級別，但在21伏30瓦級別的適配器，再加上喇叭是6歐加8歐的負載的組合，實際就是10幾瓦級別能推響的水平，聊不上什麼寬裕和動態餘量。高低音的分頻做得更簡單，只有一顆2.7微法的電容做1階高通，更多的是防止低頻把高音灌爆，相當於保命級分頻，而不是一套完整的聲學分頻網絡。所以這對 SR-R06 是一台把資源集中在外觀和低頻爽感上的入門級多媒體音箱。它不是做聲音平衡的，也不是做聲學素質的，它完成的就是它的價格允許它完成的那部分。經過完整的試聽測試和內部的拆解，這一對 SR-R06 的聲音表現和工程結構已經非常清晰了。先總結聽感部分，這個音箱在3寸箱體裡，把低頻做到了一個第一耳朵討歡喜這個水準，鼓點有亮，氛圍也可以撐起來。但是中頻和高頻的整體平衡度不夠穩，高頻略顯突出，頻段一複雜就會搶戲，中頻薄，人聲靠不住，伴奏一多就被吞沒了。大動態更是它的明顯短板，一推大聲壓，整套系統就一起糊。整體就是低頻非常有存在感，但整體的聲音偏 V 型，聽久了會有點累。再看拆解結論，它的聲學結構和真實用料完全解釋了它的聽感問題。箱體沒有吸音棉，加強筋不完善，導向管還有開裂，低音單元無緩震處理，內部的線束也沒有做固定，諧振問題是必然嚴重。電路平台本身其實也不差，藍牙 SOC 有 DSP， 功放芯片也能推，但是在21伏 1.5 安的小功率適配器和成本優先的聲學結構裡，這套平台沒有發揮空間。它能做到能響能聽，但是很難做到穩和準。最後給購買建議，如果你的預算有限，只想買一台外形好看、功能齊全、低頻多一點、日常聽聽藍牙音樂的小音箱，這台 SR-R06 基本上能滿足需求。但是如果你對聲音平衡、人声微知、空間感、解析力、大動態這些方面有要求，或者你想找的是一台真正意義上的書架音箱，建議直接跳過，去看更高一級的產品。測試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離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
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